Hello， 我是小金，今天我们要来谈为何非要暗杀金正男不可。先看这张照片，这是1981年金正男与他的父亲金正日坐在一起。身为长子的金正男，那时很受金正日的宠爱，金正日再忙都会打电话给他。后排则是负责照料金正男的亲阿姨陈慧郎与陈慧郎的女儿李南玉，还有儿子李涵勇。但讽刺的是，在这张照片里，金正男与表哥李涵勇都陆续遭人暗杀。李涵勇的我们后面讲，先来谈谈金正男，也请大家先按赞与订阅分享哦。一个金正日很疼的儿子为何会被暗杀呢？金正日本来也是想把金正男培植为接班人的，但后来却因为一件丑闻让金正男出局。那就是金正男拿了多米尼加假护照要去日本迪士尼游玩，却被查获抓包，遭到了驱逐出境。但等等，问题是北韩高层拿假护照出国是很平常的事，所以假护照事件影响应该没有这么大。那真正让他被踢出接班行列的，应该是从海外留学返回的金正男，他跟父亲金正日建议，北韩应该走改革开放的路线。金正日觉得金正男已经被资本主义给洗脑了，让金正日头痛不已。后来就把金正男流放到海外，金正男就定居在澳门和北京两地。传言中国政府还派人暗中保护这位北韩亲中派的金正男他的人身安全。但就在2017年2月6号，金正男离开有着中国保护网的澳门，独自飞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7天后准备返回澳门时，金正男来到了吉隆坡国际机场，他看了一下电子看板，便去办理登机。突然来了2名女子，一个跟他讲话，另一个白衣服的就把 VX 神经毒剂抹到金正男的脸上，整个行凶过程不到3秒钟就完成。然后2名女子分头落跑，金正男开始感觉呼吸困难、头晕，本来一度想要去冲水洗脸，但金正男又折返，走去附近的服务柜台，跟他们说自己感到非常的痛苦不舒服。金正男接着就被带到机场的诊疗室，过没多久，还有一名拖着行李箱的男子故意走过来，想查看金正男是否正在接受治疗，而这名男子就是北韩的特工之一。诊疗室的医生认为金正男需要转送到医院，但是就在到达医院之前，金正男已经死亡。甚至当时北韩特工还有一个 Plan B， 如果第一波由这2名女子执行的计划失败了，还会由李智贤与洪松学这2名特工展开第2波的暗杀行动。其实这并不是金正男第一次遭到暗杀了，早在2004年金正日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要暗杀金正男。2004年11月，金正男出访奥地利，当地情报单位就掌握了有人要暗杀金正男的情资。奥地利立刻通知北韩大使，并派出了贴身护卫加强戒备，金正男才保住一命。2010年，一名北韩间谍在中国境内雇佣一名计程车司机，企图制造假车祸，想要把金正男撞成重伤。但那时金正男一直在海外停留，没有入境到中国，因此躲过一劫。2011年，北韩特工到了澳门要再次行动，但因为当时有贴身保镖在侧，双方人马发生了激烈枪战，金正男才得以惊险逃离。但是金正男已经表达过好几次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了，为什么北韩一定要夺走金正男的性命呢？跟以下这3件事情有关。金正男穿着上很随性，甚至被说成是邋遢，常常也满脸胡渣，完全没有政治领导人的 feel。但是这样就对白头山金氏政权没有威胁了吗？相传中国有意培植金正男成为北韩的新领袖，有朝一日可以取代金正恩，打造一个比较亲中的北韩政权。包括曾经是北韩第2号人物的金正恩姑丈张承泽，也有意和中国联手扶植金正男。这样的风声传到金正恩的耳里，当然没有办法放任他们这样乱搞啊！而且金正男外形体态也确实很一脉相承，父亲金正日与爷爷金日成，一看就有着金氏皇朝的风格。而金正恩还是靠着努力把自己吃肥搞胖，才把自己营造得更接近上一代的权威感。所以看到金氏皇长子有境外势力帮扶，金正恩当然不能纵容他们发展下去。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位知情人士爆料，金正男其实是美国中情局 CIA 的线民。韩国媒体也指出，那次金正男要前往马来西亚，
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去兰卡威岛的一间饭店和一名韩裔美籍的中情局人员见面。甚至南韩情报官员证实，就在金正男被暗杀的前5年左右，金正男就以 email 向南韩国家情报院提供关于金正恩的情报，以及提供金正男之前在接受北韩接班人训练时所获知的北韩高层机密。金正男借由提供情报来换取南韩给他金援，而金正男与情报人员通常就会约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第3地国家碰头。其实金正男的背包里就被发现有12万美元的现钞，这被认为很可能是他提供情报所拿到的报酬。但除了钱，其实金正男的背包里竟然还有12瓶的阿托品，而阿托品呢，正是用来治疗舒缓 VX 神经毒剂的解毒剂呀。也就是说，金正男呢一直把救命丸就带在身上，似乎早有准备，自己可能会遭遇毒害。金正日还活着的时候，金正男就表达反对3代世袭。金正恩上台接掌政权后，金正男继续在海外抨击第3代接班的封建世袭制度。金正男表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认同3代世袭。他说这样会让国力衰退，不符合社会主义，还说中国的毛泽东也没有选择世袭啊。甚至金正男写给一名日本记者的电子邮件也被公布出来，内容抨击了他的弟弟金正恩缺乏责任感和认真的态度，还说金正恩缺乏经验，只会成为傀儡。金正男以流亡海外被罢黜的王储身份，讲了太多不该讲的话，这些话可能惹毛了金正恩，让金正恩更想动手清除这些妨碍他领导国家的荆棘路障。但早在金正男遇刺之前，金正男的表哥又是为何也遭到暗杀呢？金正男的表哥李涵勇本名叫做李一男。1982年，李一男在瑞士留学时逃到韩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后来李一男流亡南韩定居，但因为背叛祖国，又时常抨击金正日，还把金正日的私生活内幕都写进书里。李一男因此遭到了特务锁定。李一男为了躲避北韩特工的一路追杀，还刻意去整形，换了一张新面孔，并且把名字改为李涵勇。但这些还是没有用，最后一个叫顺豪特工组的北韩间谍组织还是找到了他。1997年，李涵勇在京畿道城南市住家公寓的14楼电梯口遭人用手枪射杀头部，抢救10天之后仍然伤重不治。而2名暗杀李涵勇的特务也被捕落网，坦诚就是他们下的毒手。是不是很像电影情节搬到了现实生活呢？好了，今天就说到这了，欢迎订阅、按赞和分享，下次见了，拜拜。